我被养母安置在新房，意外失火，我怎么也打不开反锁的门。就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，满屏弹幕突然砸进我眼里，说我亲娘是山里的疯女人，亲爹是威震天下的逍遥王。我拼了命爬窗逃往后山，却撞见我亲娘正骑在逍遥王身上喊价。他看见我两眼放光，指着我大喊：好一匹小马驹！我当场扑过去抱住他的腿喊娘，可我那威震天下的亲爹居然当场就跟我争起了宠。今天母亲领着我到青竹山的云栖别院暂住，夜里极寒，冷风顺着门缝直往里吹。我准备找件厚衣服，手却意外地打翻了桌上的蜡烛，轰的一下，凶猛的火焰瞬间就往上冒，黑烟熏得我根本睁不开眼，滚烫的气浪四处逼近。正当我快撑不住时，眼前突然闪过一排字，不认识，不过它自动转换成了说话声。女主的孩子就是在这儿出意外的吧？楼上瞎说啥呢？她亲娘当年受了惊吓导致刺激，跑进深山躲避。这丫头的生父可是威震天下的逍遥王啊！深山里的姐姐。日间在后山庄园玩耍的那会儿，我碰见个极美的阿姨，身穿淡雅的布裙，爬上大树模仿猴子叫，招来了一山头的猴，猴群竟然还向她磕头，简直太霸气。莫非她是我母亲？我居然还有个娘！我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劲，从半塌的窗户爬到外头，滚进外面的野草丛中，扑灭了身上的火苗，爬起身，踉踉跄跄地朝后山奔去。后山没着火，明月高悬，隔老远便听到有人在嚎嗓子，似狼非狼的，里头还夹杂着架的驱赶声。顺着声响凑近一看，撞见了我此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。月色中有个身披朴素布衣的女子，正在男子的背上，脑袋上别着2根弯曲的柳枝，两手揪住男人的2只耳朵当成缰绳，让他背着自己在草坪上绕圈跑，任凭他在背上瞎折腾，半句牢骚都没有。这便是我亲娘吗？被压的那个是我爹。我顾不上管那些怪字了，只想冲上前喊一句娘，可还没冲到近前，苏淼便察觉到了我，他目光一闪，冲到了我跟前。真是一匹好马驹，来，给大圣我骑一骑。大圣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他便俯下身子来抓我。后头的陆墨玄急忙站起身，紧随他其后，战战兢兢地问：阿淼，你骑我不行吗？我比这小马稳当，真的。苏淼转身便是一个嘴巴。住嘴！老马别乱出声。陆墨玄捂紧脸，满眼心酸，窝囊到了极点。我呆呆地望着这场面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娘。苏淼一愣，他一把捏住我的嘴巴子，疑惑地凑近查看。谁是你亲娘？我又不是马。扭头望向陆墨玄，这是你的小娃子。陆墨玄满脸冤枉。阿淼，我的老婆不就是你吗？我从哪儿弄来私生子？苏淼你眉思索着，感觉似乎挺在理，又感觉不太对劲，干脆就不理了。我顺势死死搂住他大腿，怎么扯也不松开。这小孩咋管女配叫娘？莫非真是血脉相连起了作用？小娃娃受惊了，逢人就喊娘亲。苏淼猛晃2下腿，没挣脱，拧眉。这小马驹倒是挺粘人。陆墨玄这下靠上前，用单手将我提溜起，举至眼前，来来回回地审视了一遍。借着月色，我那被浓烟熏过的脸蛋，黑得犹如刚从锅炉里挖出的煤渣。这黑煤渣是从哪儿跑来的？我瞎用衣袖抹了一番小脸，冲他伸开手。他慌得手猛一抖，扑通，我摔了个屁股墩，痛得泪水直往外涌，可死死咬住牙没敢发声。苏淼见状，满脸心疼，直接把我抱起来搂进怀中，回头怒视陆墨玄：不准摔我的小马驹！陆墨玄无语地抽动嘴角：阿淼，这不是马，是个小娃娃。小孩又如何？他毫不退让地反瞪着，把我在怀抱里掂了掂，十分满意的点头。我躲进苏淼怀中，悄悄瞄了他一下。这叔叔长得极俊，就是十分憋屈，仿佛怪我抢走他媳妇。陆墨玄无语地站了片刻，无奈地长叹一声，只能妥协地带着我和苏淼回了后山的别院。抵达后山时，客居那头的火势已被扑灭了，满院子烧焦气味随风吹过来。几个客居的下人正一桶接一桶地往外提水。那边的管事瞧见咱们，怔了下，疾步走上前，跟陆墨玄低声耳语了些什么。我支起耳朵听，仅稀稀拉拉听清几个词：定南侯夫人、娃娃。陆墨玄派人去打听了一番回来，面色不大好看。他将我从苏淼怀抱里抱出来，安顿在木椅上。你叫个什么名字？我怯生生的回话：阿言。陆墨玄接着问：你多大了？我比出4根指头，他的眉头蹙得更深了。苏淼在一旁呆得不耐烦了，顺手把我从木椅上抢回来。你打听那么多做啥子？他是我的小马驹，又不是审问犯人。陆墨玄仔细想了想说辞：阿淼，这是定南侯家的骨肉，明日一早我把他送回去。
苏淼闻言毛了，还什么还？我的小马驹，凭啥子送回去？阿苗，这是别人的血脉。哪家的？他认我当娘，认我当娘的娃娃就是我的。他恶狠狠地怒视陆墨玄，你胆敢赶他走，我以后再也不骑你了。你平日也不怎么骑我。苏淼抬起手掌，他马上转口，不送，不送，你倒不送就不送。苏淼不但把我留了下来，还要帮我洗得喷香。他端来一盆热水，将我黑乎乎的脸颊洗干净，又将我的双脚双腕洗了，最后索性将我整个身子按进水盆里搓了一回。自打懂事起，还从未有人这么给我洗过澡。沐浴之后，苏淼拿一条清爽的裙子把我包严实，抱在胸前，高高兴兴地躺上床榻。陆墨玄守在榻旁，无奈叹声气，将被褥向上拽了拽，捂严我的双肩。接着他就在旁边坐下，呆呆地凝视着苏淼。苏淼早已合上了双眼，口中依然念叨：“我的乖马儿，谁都不准动。”以前在侯府时，母亲从不陪着我睡。之后我断断续续听下人们说闲话，才明白爹娘为何争执，全是因爹不肯站对太子。我将脸藏进苏淼怀中，低声唤娘。他未再捏我的小嘴，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，双臂跟着紧了紧。我又轻声喊了一句娘，他依然没睁眼，可嘴角却翘了一下。我猛然感到鼻头一酸，泪水顿时止不住地滑落下来。天亮了以后，陆墨玄并未下山，他守在窗边，望着外头灰暗暗的天。第五遍劝说：“阿苗，山头凉，随我回府里吧。”苏淼蹲在窗棂上，口中传出林子里稀里哗啦地传出动静，黑压压跑来一群猴子，坐在窗外的树干上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苏淼开心地连连点头，由兜里摸出几把干果和面饼，掰开了发给他们，边发边还嘀咕：“二毛，这个给你。三花，别闹，站好。老白，你牙齿不行，嚼这些烂的。”这帮猴儿竟然果真站好了牌，女配置控兽本领算练满级了，只是练的路子有些偏，人家练马练鹰，他练猴子。陆墨玄猛吸进一口气，将话头扯回来：“阿苗，你听清我讲的话没？”苏淼连头也不回。你家里养猴吗？他一呆：“啥？你家里养着猴吗？没猴子的地方我不去。”能养的。我揉了揉眼眶，由床铺上坐起身，瞅见一群猴，新奇地瞪圆了眼珠。苏淼闻见声响，回过头来，察觉我起了，拍下手：“小马子醒啦！看脸脏的，看发丝乱的，怎么跟个小乞丐似的？”他将我从床铺上提溜下，压在板凳上，端来一盆水将我脸洗清爽，接着抓起木梳，底气十足道：“来，娘帮你扎头发。”我心中一热，没料到刚梳第一下，木梳就被卡死，我发根一弹，泪水险些飞出来。他咬着牙用力一扯，我只听嘣的一声，木梳扯疼我的发丝都断了，真痛啊！泪珠哗的掉下来了。女配置扎头发的技术，讲是严刑拷打都有人信。娃娃发量原先就不多，再这般扯下去得秃了。天哪！苏淼乱了阵脚。过会后，他扭头喊：“陆墨玄，快来扎头！”陆墨玄靠上前，拿过木梳，瞅了瞅我的发丝，又瞅了瞅苏淼满含期盼的双眸，十分严肃地点了头。他用力比苏淼还狠，我只觉自己的天灵盖快被揭开来了，哎了一声，终究没憋住，眼泪哗哗地直掉。陆墨玄将木梳往桌上一放，辩解道：“这发丝有毛病，并非发丝有毛病，是你们俩有毛病。莫慌，还能救。你们瞅窗外，一只老猴儿不清楚何时由窗台翻了入内，偏过脑袋瞅了瞅我，又瞅了瞅这把木梳。他探出毛乎乎的手，冲陆墨玄弯了弯指头。陆墨玄脸都青了，苏淼却乐了，将木梳拿给老猴儿：“老白，你呢？”老猴儿拿过木梳，几下子功夫就打理齐整了，又由窗外拽了一片树叶，卡在我耳后当头花，全部动作极其顺畅，顺理成章。我的发根压根没感受到痛。苏淼开心地瞅了瞅我的新辫子，将我托起来举高高。漂亮，我的小马儿最漂亮！我在半空咯咯的乐，悄悄瞄了一旁的墨玄，他像受了极大刺激。我在这山上住了2个月了，这2个月里，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。苏淼偶尔会带着我去后山摘桃子喂猴子，他爬树比我快多了，一眨眼的功夫就窜到了树顶，坐在最高的枝丫上，把最大最红的桃子扔下来给我。偶尔也会去采花，编成花环，他编的花环歪歪扭扭的，猴都不愿意戴，但他非要给我戴上，还说我戴了像花仙子。我没见过花仙子，但我觉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弹幕：女主又怀孕了，侯府里那个娘亲又怀小宝宝了。我趁苏淼和陆墨玄说话的空档，偷偷溜到了小院的正厅。厅里摆着一尊白玉观音像，是陆墨玄特意请来给苏淼安神的。观音像低垂着眼睛，
一脸慈悲相。我跪在蒲团上，学着那些夫人太太上香的样子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认认真真的说：观音娘娘保佑，保佑娘娘生个弟弟。阿弥陀佛。我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，但别人都是这么说的，应该没错。我磕完头站起，一回头，发觉陆墨玄不知在何时已经处在了大厅门外，他的视线停在我身上，心思难猜。你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规规矩矩的答。求观音大士保佑阿娘添个弟弟。他稍稍蹙起了眉。你不打算走吗？这句问话来得太过突然，我眨巴了眼，仔细的琢磨下，接着摇了摇头。不走。为啥呀？我盼着阿苗姐姐当我娘。陆墨玄的神色变了变，唇角抖了一下。那是我媳妇儿，并非你娘。我不开心了。分明是我娘，是我娘。并非。便是。是俩人明明是亲父女，在这吵来吵去的。我慌了，想翻些啥？凭据证实苏淼便是我娘。这孩子屁股上有块红色胎记，和女配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屁股上有红色胎记，伺候我的丫鬟春儿跟旁边的人嘀咕过一句，我当时以为是什么不好的东西，还偷偷哭了一场。原来那是证据，是我和娘亲之间的证据。我一激动，什么也没想，伸手就开始脱裤子。等等，你要做什么？陆墨玄提住我的裤子，不让脱。尿急自己去茅房，不许在这里脱裤子。不是尿急。我急了，一边挣扎一边喊：我屁股上有红色胎痣，娘亲也有，你让我脱了给你看。他震了一下。你先等等，不许脱裤子。可不脱裤子怎么证明？你不看我怎么证明？我扬起脸，扁着嘴看他。陆墨玄嘴角抽搐，还是没松开。你是姑娘，姑娘家不许脱裤子，而且你怎么知道你屁股上有红色胎记？我看见的。你自己看得见自己屁股？我卡壳了。的确瞧不见，的确瞧不见。我又不是小鹿。他双眼微眯，明显不信。我脑袋快速转了一圈，指了指堂内的菩萨像，满脸真诚。菩萨娘娘在梦中告诉我的。陆墨玄死死盯了我好一阵子，喊来了照料苏淼的张嬷嬷。张嬷嬷是瞧着苏淼长大的，也是那时苏淼生娃时唯独陪在她身旁的人。陆墨玄将我递给他，两人便进了侧卧。门一关，帘子一扯，检查完后，张嬷嬷带着我走出侧屋。她走至陆墨玄跟前，小声嘀咕了几句。陆墨玄闻言，整个人不敢相信地望着我瞅。我讲了。我开心地摇了摇脑袋。我屁股上有红色胎记，娘亲也有。我便是娘亲的骨肉。他喊来了一个侍卫，派他去查4年前出了什么事。没到天黑，卫青便赶回了。他轻功极好，从山下到山巅来回跑一圈，就像去隔壁家串门一样。主子，手下查清了，4年前，主子在外扫荡前朝残党，夫人要生了。生娃那天，后宅猛然燃起大火，黑烟滚滚，府内乱作一团。夫人的亲妹，也就是定南侯老婆，刚好来院里拜访，闯入火海，把夫人拽了出来。但是刚生出来的小千金被传成了夭折，夫人悲痛欲绝。2个月后，定南侯老婆向外宣布自己产下了一个千金。卫青瞅了我一下，没再讲下去。他探出手，迟疑了片刻，把我搂进怀中。阿言，我是你爹。我的鼻头一酸，眼窝里有些液体正在打转。真棒！我有了新娘，又有新爹啦！我抽了抽鼻子，逼住了泪水，却没管住嘴巴。但你不让我喊你爸。这小娃记仇呢，哈哈哈哈！上回陆墨玄讲的那句话，他没忘呢。你讲，你的亲闺女长得非常美，不是我这干瘪猴子能比的。陆墨玄满脸写满了悔恨。我刚才就是胡成的，你是我女儿，最漂亮的女儿。陆墨玄将实情讲给静心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小院里给老白抓下巴。那只老猕猴半闭着眼，满脸舒服，像个微缩的太上皇。阿苗，阿言是咱俩的女儿，亲骨肉。静心连头没抬。我晓得。你晓得？你怎么晓得的？老白跟我讲的。对的，是我，整个方山寺的情报处大处长。陆墨玄气馁了，他让我去劝静心随他下山看病。阿言，你母亲的大脑早前受过惊吓，其实还能治愈的，只是这么多年她不愿治，你去说说她，她听你的。我赶紧点点头，跑去找静心。娘，爹说山下有看你脑袋的医生，我们去瞧瞧行不行？静心抓老白的手顿了一下。我没病，我棒得很。我正搜肠刮肚，想下一句该怎么说，爹没教啊。他突然说话了。
但是阿言想下山逛，娘就陪着你。回到府邸后，陆墨玄急不可耐地将郎中请了来。郎中摸了静心的脉，摸着胡子琢磨许久。好治，但得扎针。静心一听这2个字，表情就垮了。不扎。王妃，这针落在穴位里，疏通经络，提神醒脑，对您的病非常有好处。我没病。王妃，您这病……你才有病。孙医生动了动嘴，打算改个主意。他从药盒里拿出一根细针，在静心跟前晃了晃。王妃您瞧，就这点粗，刺进去一点都不疼的，像蚊子咬一口。静心盯着那根针瞅了一会儿，猛地一个翻腾，爬上了庭院里的那棵海棠树，速度太快，陆墨玄都没回过神。他蹲在树枝上，使劲晃头：“你自己扎。”陆墨玄长叹一口气，刚想开口哄，静心突然从这节树杈荡到那节树杈，没几下就跳到了陆墨玄头顶。他本能的伸手去接，静心一个飞身倒钩，从孙医生手里夺过了那根细针，紧接着细针刺在了陆墨玄的腰上。陆墨玄惊呆了，静心没精打采的讲：“说了不扎。”孙医生手足无措，他接连来了5日，打算劝静心针灸。陆墨玄也跟着又哄又求。静心心思一动：“那你们陪着我一道扎。”娘，我也扎吗？他点头。我瞧瞧陆墨玄，他也点了头。那就一并扎吧。我哎了一声，泪珠滚了出来。静心关心地揉了揉我的头。阿言别哭，那你就不要扎了。阿淼，那我呢？你不是不怕疼吗？半个月过去，静心确实好转许多，她都会给我梳辫子了。侯夫人不晓得打哪听闻我在陆府，找上门来了。她瞧见我，面色惨白。姐姐，你救下阿莹咋不告诉我？我寻了她好久，我以为她已经……静心将我往心窝里搂了搂。阿言，来娘这儿。阿言，我才是你的妈妈呀，快些过来。你不是。阿言，我拉扯你这么久，你舍得认别人当娘吗？曼心，她不愿随你离开。侯夫人眼睛里透出一抹烦躁感，走上前拽我手。静心怒了，照准她的虎口吭哧一嘴。啊！侯夫人惨叫一声，飞快缩回手。她顺手就抡起耳光，那个手抬在半道上，就被人生擒了，扣住她的手腕一推。谁准许你进来的？侯夫人吓了一个哆嗦。王爷，我是来找阿言的，她是我的娃娃。阿言是我的闺女，先前你把她偷走，真觉得我不晓得吗？她腿打颤，跌在地上，眼珠子不安地转了好多圈。静心怒喝：“我全都记起了，我的宝贝屁股上有红色字记号，玄墨也查清了。顾曼心，我待你不差，你就这么搞我？”侯夫人脸白了一下，但马上撑住：“姐姐，你在讲什么？”她抬了一下下巴，冲门外的侍卫说：“送客。”待人走后，她跟静心讲：“抢走阿言的证据，我也呈报给皇上。他绝对抢不走阿言的。”陆墨玄将我接过，抱在怀里，难过的不行。是爹不好，让你受了这么久的苦。我反搂住他：“爹爹，如果小的吃苦能找回娘和爹爹，我愿意的。皇帝会罚他吗？”会的。次日清晨，信儿就送回来了。皇上将定南侯喊进大殿，当着好几位高官的面，没头没脸痛骂了一通，讲他管家无方，放任媳妇做出这类丧尽天良的事，丢完了朝廷官员的体面。定南侯趴在宫殿里，脸憋得像猪肝一样，半个字也不敢言语。皇帝再下令责备了侯夫人，讲他心思歹毒，品行不端，罚他在屋里禁足反省3个月。这段时间，陆墨玄给侯爷使了不少绊子，他心力交瘁，想进门磕头认罪。那日天气好，静心领着我的手去逛大街。娘，我想要吃糖葫芦，买，还想要糖人，买，还要吃。你肚皮才那么一点大，塞得下吗？我傻傻笑，拽着他的手向前冲。街头人头攒动，摊主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我觉着自己从没这么快活过。定南侯立在门口，背后站一帮家丁，正手脚麻利地扔着杂物。一封休书拍在石板，黑墨还没干透。侯夫人正要磕头求情一回，侯爷早已掉头进屋，把门锁上了。屋里飘出一句：“把他的灰尘也扫去。”走。侯夫人捏着信纸，不停打颤。听讲，她回了外公家去。侯夫人的妈虽说只是个侧室，但老爷是当朝太傅，一辈子清正，学生遍地走。侯夫人跑到了太傅府门前，戳着2个护院，
瞧见他来了，对视一眼，把门锁上了。加我入内，我是你们家二小姐。门留了个缝隙，老管家露了半个脑袋，表情难看。二小姐，老爷子讲了，太傅家没你这种丫头。从今日起，你被除名了。啥呀？老祖宗说，他教了一辈子书，培养过无数清廉官吏，没料到自家摊上这种丑事。他没脸见客了，你也别再过来了。昨夜老白打算上陆墨玄床补觉，他嫌猢狲脏，随手一抓丢门外了。金晨静心一睁眼，老白便蹦过来，指着陆墨玄吱吱嘎嘎叫个不停，模样憋屈坏了，还用指头擦泪花。静心听罢，脸色登时就沉了。你把他轰走了？他想上床，上床咋了？那是我的铺，我的铺便是老白的铺，你给老白撵出去，便是不给我薄面。我缩在门槛上，瞧见陆墨玄蹲在老白跟前，沉着脸讲对不住。老白转过身不搭理，他就换到那一面再讲一次。堂堂大亲王，哄个野猕猴哄了近半个钟头，过了好久，我才又在旁人的议论里听到了顾曼欣的消息。他爬到一座烂庙里，等被人发现时，人已经彻底凉透了。